俗话说食色性也，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人有七情六欲，再正常不过，但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自控力这三个字。今天我就要来教大家如何透过老祖宗的面相学，一眼看穿一个人是不是管不住下半身毫无定力的好色之徒。有一天，我这里来了一位50岁的董娘，穿得金光闪闪的，可是一坐下来，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直掉。她边哭边跟我说，尼斯啊，你快帮我看看我家的风水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我老公老陈最近这大半年生意不仅一直亏钱，整个人也整天无精打采的，好像丢了三魂七魄一样，是不是卡到阴，惹到什么脏东西了？我听完说，大姐，把你老公最近的照片拿给我瞧瞧。她赶紧翻出一张近照递给我，我定睛一看，哎呦，这哪是风水的问题啊？我直接把照片推回去，一针见血地告诉她，大姐，你老公这不是中邪，他这是撞了桃花煞，他头顶上现在正悬着一把刀呢。什么刀？色字头上一把刀。那位董娘听完先是愣住了，然后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哭得更大声了。原来他心里早有怀疑，老陈在外头包养小三，而且还不止一个，天天在外面声色场所流连，身体掏空了，生意哪有心思管。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要在心里犯嘀咕了，尼斯啊，你这也太神了吧，光看一张照片怎么就知道他外头有女人，怎么就知道他好色呢？嗨，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底。我跟你们讲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套相学，那是几千年传下来的照妖镜。一个人啊，如果那方面比较丰富多彩，成天想些男女之间那种事，他的脸是绝对藏不住的。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的想法会直接影响你身体的气血运行，全都会老老实实的挂在你的脸上。你天生的长相代表了你的本性和底子，可是你后天造了什么孽，动了什么歪脑筋，你的五官，你的气色马上就会跟着变，这就叫后天行为影响相貌变化。所以今天我就要教你们怎么透过看一个人的面相来把这些花心大少给揪出来。不管是你们帮家里的女儿挑女婿，还是帮儿子看媳妇，或者是你们自己在外交朋友学会了这几招，能帮你们避开大坑。当然啦，我说话实在，我讲的这些特质啊，中的越多，这人好色花心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还得理性看待。综合来论，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看的第一关，也是最最重要的一关，是什么？是眼睛。俗话说得好，眼睛是灵魂之窗，肝开窍于目，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你这个人到底是清心寡欲的君子，还是满脑子花花肠子的俗人？你的资质，你的言行举止，乃至于你心底最深处藏着的那点不可告人的心思，全都会顺着这五脏六腑的气血直接顶到你的眼睛上，而且这眼睛里包含的信息量大得吓人。你要是懂得看眼睛，别人在你面前就跟没穿衣服一样，一眼就能看透。第一点，我们先不看形状，先看眼神。很多大姐跑来问我，尼斯啊，你看那个老李平时看得挺老实的，怎么会做出那种抛妻弃子的事情呢？我一看老李的照片，哎呦，这眼神不对啊。什么叫眼神不对？你们平时去公园散步或者去喝喜酒的时候，多注意观察。有的人啊，那两只眼睛总是水汪汪的，好像眼眶里随时包着一包眼泪一样，水光泛滥。在相学上，这个叫眼神流荡。你们千万别觉得这种男人是个感情丰富的大诗人、大情圣，觉得他多愁善感，大错特错。一个大男人眼睛如果总是水汪汪的，这说明他内心情感泛滥成灾，内心小剧场多得像连续剧一样。这种人通常嘴巴也很甜，很能说会道，见到女人就想搭讪。如果他的眼睛不仅水汪汪的，而且眼神总是迷离的，像什么呢？就像是喝了半瓶高粱酒，呈现出那种微醺的醉态，或者像是做梦还没睡醒一样飘忽不定。各位大姐们，你们要是遇到这种眼神的男人，赶紧让他离你家女儿远一点。这种人100%好色多情，男女方面的那种欲望极其旺盛，而且自制力非常差，只要外头有点诱惑，他根本把持不住，感情经历绝对是一本厚厚的烂账。这个特征啊，在我这多年的看相经验里，应验率那是奇高无比，一抓一个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人的眼睛看起来十分浑浊暗淡，
眼白的地方不清亮，甚至看起来偏粉红色。这种人是什么毛病呢？这种人就是典型的优柔寡断，对待感情根本不懂得拒绝。别人稍微一勾搭，他心里其实不想惹事，但嘴上就是说不出那个不字，最后半推半就，全成了烂桃花。第二点，我们来辟个谣，说说桃花眼和桃花痣。很多人一听到桃花眼这3个字，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人肯定乱搞男女关系。我今天得给长了桃花眼的人平反一下。其实啊，单单长了一双笑眯眯、弯弯像月牙的桃花眼，只能说明这个人长得讨喜，人缘好，异性朋友多，不代表他本质上就是个坏人，花心大少。但是如果你在这双眼睛的周围发现了一些桃花痣，那这件事的性质可就完全变了。这就好比白米饭里掺了沙子，好，风水被破了局。我们来看几个最要命的位置。眼头有痣，也就是内眼角，这个地方老祖宗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学术的名字，叫做膀胱经舍。你们听听，这名字跟什么有关？跟我们人体的泌尿系统、肾气有关。好，这个地方长痣，顾名思义就是跟两性之间的情色事件直接挂钩。眼头长痣的人极容易出那种花心好色之徒，而且感情经历绝对比普通人丰富得多，整天就在男男女女那点事里打滚。眼白有痣，大家想想，好好的眼白，清清白白的，突然长了一颗黑点或者褐色的斑点在里面，这叫什么？这叫白璧微瑕，也代表着情色纠葛。虽然它比眼头有痣的情况稍微轻一点，但这种人非常容易卷入那种乱七八糟的三角恋，或者发生一些极其狗血的感情事件。另外我在这里特别叮咛一句，如果这个痣是长在下眼白的地方，除了防小三、防烂桃花，还得赶紧让他去大医院检查检查肝肾等脏腑器官的健康，这往往是身体发出警告了。第三点，我们要看看眼睛的尾巴，也就是面相学上说的夫妻宫。眼尾这个区域掌管着一个人的婚姻和男女关系。如果一个人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纷杂得很，他的夫妻宫是绝对藏不住的。你仔细看他的眼角，如果年纪轻轻就纹路特别多，而且那个纹路不是一根根整齐的鱼尾纹，而是像树枝一样分叉，像蜘蛛网一样乱七八糟的，这就说明他的感情生活就像这纹路一样，劈腿、分叉、乱作一团。第四点，也是最容易看走眼的一点，看眼下的卧蚕与黑眼圈。很多人都知道黑眼圈，但不懂得区分。眼下这个位置，我们看2点，一是卧蚕大，二是眼下发黑，这2样加在一起，那是花心大少的标准配置。我们先讲清楚啊，现在社会压力大，大家喜欢熬夜、刷手机、打麻将，或者工作过度疲累，这种耗泄身体精力的行为也会导致眼下发黑。但是熬夜打麻将的黑眼圈和那种纵情声色在女人堆里掏空了身体的黑眼圈，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熬夜的黑眼圈往往是带着点青紫色，只要他好好睡上3天3夜，那气色就能恢复过来。但是如果是那种花心纵欲过度的人，他的眼下发黑是那种干枯暗沉没有光泽的焦黑色，就像是烧锅炉剩下的煤渣子一样的颜色，因为他的肾精已经被抽干了。我记得早些年在高雄有个姓王的老板带着他20出头的儿子来看诊，那小伙子长得倒是一表人才，个子高高的，可是那眼底下一片乌黑，卧蚕肿得像个水泡，眼神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四处游移，根本不敢直视我。王老板气呼呼地说，尼斯啊，你看看这死猴狼崽，天天晚上说去网咖打游戏，白天困得像烂泥，是不是身体出了大毛病？我当时一把脉，再看看他那双眼睛，直接跟王老板说，你儿子这哪是打游戏打的，打游戏费的是肝血，他这眼睛连着底下卧蚕发黑枯暗，这是肾精大亏精气狂泻的象啊！你赶紧去查查他的信用卡账单，看看他晚上到底去了哪些声色场所。后来一查，果然这死人仔背着家里在外面包养了2个酒店妹，夜夜笙歌，把身体都掏空了。普通人可能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你们只要记住我教的组合拳，如果这个人卧蚕特别大，加上眼下枯黑，再搭配上刚才说的眼尾发黑，或者卧蚕上面还有乱七八糟的纹路，长了痣，我的天啊，那这个人花心的几率可以说是飙到了天上。这种人就算嘴上说的再好听，你也得让他离你家人远点，他那身体和心思全耗在那个色字上了。各位，眼睛是我们识人看相的最重要的通道，
官眼可以第一时间直达他的内心。哪怕你是个丝毫不懂相学的门外汉，你只要静下心来，盯着他的眼睛看上3秒钟，你也能分辨出一个目光清澈纯净敢跟你对视的人，和一个眼神躲躲闪闪迷离飘忽的人，究竟谁的品性更好。想知人知面又知心，多观察对方的眼睛绝对错不了。而且这一招不管男女统统适用。这顿大餐的主菜我们算是吃透了，不过光看眼睛还不够，这脸上还有个非常突出的器官，也常常被大家误解。大家都说鼻子大就好色，这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接着往下讲，扒一扒那些被冤枉的大鼻子，还有真正好色的渣男鼻到底长啥样。我们往下走，来到我们脸上的这座中岳泰山。鼻子，说到鼻子跟好色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脑子里肯定立刻蹦出3个字：鼻子大。前几年啊，我医馆里就遇到过这么一桩笑话。有个台北来的大姐拉着她那刚大学毕业的女儿来找我，一进门就急火火地说：倪师啊，你快帮我女儿看看，昨天相亲介绍了个小伙子，那鼻子长得特别大特别挺。我听人家说男人鼻子大那方面需求就特别强，肯定是个到处拈花惹草的好色之徒，这婚事我可不敢答应。我当时一听真是哭笑不得，我赶紧跟这位大姐说：哎呦大姐，喂，你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差点就把你女儿的大好姻缘给毁了。今天我必须借着这个讲台给大家正本清源，纠正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误区。大家千万记住，鼻子大绝对不能跟好色直接划等号。在我们中医和香学里，鼻子叫什么？叫财帛宫，不仅管你的钱财，更反映了你的脾胃气血。一个男人鼻子大鼻梁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先天气血足，肺活量大，精力极其旺盛，耐力非常强。这就好比一台车，人家装的是大马力的引擎，但是马力大不代表这辆车就一定会开进那种乌烟瘴气的声色场所啊。人家精力旺盛，可能全用在事业上，天天加班拼命赚钱，也可能用在运动上，天天去爬山跑步。所以你光凭一个鼻子大就断定人家花心滥情，那不知道要冤枉多少老实赚钱的好男人。既然鼻子大不等于好色，那到底什么样的鼻子才是真正的花心大少渣男鼻呢？倪师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极其直观的标准。你们以后看人，重点不要看他的鼻子有多大，而是要看他鼻尖上的那块肉。我们相学里有句非常狠的断语，8个字：鼻头垂肉，贪淫不足。什么叫垂肉鼻？你们仔细回想一下身边的人，有些人的鼻梁虽然也是直挺挺的，但是到了鼻头那个地方，多出了一块肉，而且这块肉不是往上翘的，也不是平的，而是沉甸甸的往下耷拉着，就像挂着一颗肉珠子一样。这种长相问题可就大了。中医讲脾主肉，肉代表着物质的享受，肉体的欲望。这鼻头上的肉往下垂，说明这个人的贪欲极重。他不仅贪财，他更贪色。这种人骨子里有一种永远吃不饱的贪婪感。我们社会上很多做工程的建商、暴发户，有钱了之后天天大鱼大肉，肚皮大起来了，这鼻头上的肉也跟着耷拉下来了。我认识一个搞土木工程的老板，年轻时候跟着老婆一起吃苦，推着摊车卖便当起家。那时候他的鼻子虽然挺，但鼻头肉是紧实的。后来发了财，做了大老板，手里阔绰了，你再看他的面相，整个鼻头好像坠了一块大肥肉，沉甸甸的往下压。老祖宗说贪淫不足，真是一点没错。他先是嫌弃家里的糟糠之妻，接着就在外面疯狂的找年轻小姑娘，一个接一个的换，美其名曰是谈生意需要。结果呢，纵欲过度加上心思全在女人身上，工程质量出了大问题，最后不仅破了产，还被抓进去蹲了几年。这鼻头垂下来的肉，其实就是他心里那填不满的贪欲具象化了，贪心起了，祸事也就跟着来了。特别是男人，如果长了这种垂肉鼻，我跟你们讲，他在男女关系上自控力那是相当的差，他对固定的伴侣很难做到一心一意。为什么？因为他心里的那个贪字在作祟。家里有个贤妻良母，他觉得不够，外头要是有点什么风吹草动，有个年轻漂亮的对他笑一笑，他那点定力瞬间就瓦解了。这种相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那是渣男频出的
一种标准鼻相。我讲到这里，可能有些大哥会问，尼斯啊，那外国人那种鹰钩鼻，鼻头也是往下垂的，那是不是也是好色啊？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一定要学会区分。鹰钩鼻虽然鼻头也是往下垂，弯弯的像老鹰的嘴巴，但他鼻头上的肉不多，看起来尖尖的，骨头很明显。这种人往往是心机深沉，比较有城府，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会比较狠，但不一定是好色。而我们说的垂肉鼻，它有点像鹰钩鼻的变异版，它的鼻头更圆，肉更多，更厚实，是那一团肉垂下来。两者虽然容易混淆，但你只要记住一个口诀，看这块下垂的肉有没有压到人中，人中在哪？就是鼻子下面嘴唇上面那条沟。一般来说，只要这个人的鼻头肉垂下来快要压到人中了，形成一种泰山压顶的局势，我的天啊，那这个人不仅好色，而且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常常会不择手段。你要是跟他合伙做生意，或者把女儿嫁给他，你可得做好家里鸡飞狗跳的准备。另外，我们再补充一种情况，香学里还有一种鼻子叫做犹太鼻，这里是香学的专业叫法，我们也就是借个名词来形容。这种鼻子也是往下垂的，但是它跟垂肉鼻有本质的区别。犹太鼻的特点是整个鼻头大得非常明显，一大块肉像个大蒜头一样垂下来。遇到这种鼻子，大家千万别急着骂人家好色，恰恰相反，长着这种大垂肉鼻的人，不仅不见得好色，反而代表这个人极其精明，在做生意、算计钱财方面，那绝对是个顶尖高手。这种人脑子里装的全是算盘珠子，一分一毫都给你算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在实际判断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别把个会赚钱的财神爷当成了采花贼给赶跑了。最后，我再给你们传授一个鼻相加人中的连环套秘诀。刚才我们说了垂肉鼻，如果一个人他长着垂肉鼻，同时他鼻子下面的那个人中又特别的长，特别的深，这代表什么？人中是连接我们人体上部和下部的一个通道，在面相上代表人的寿命和生殖泌尿系统。垂肉鼻欲望重，加上常人中通道深，精力能续航，这两种特征一结合，我跟你们讲，无论男女，这类人都极容易沉溺在感官的快乐里无法自拔。他们会把男女那点事当成人生最大的乐趣去追求，乐此不疲。如果好死不死，他这个长长的人中上面还正正的长了一颗黑痣，我的天老爷，这在相学里叫什么？这叫粗强痣，也叫烂桃花痣。这就好比是一个贪吃的人，不仅食欲大，嘴边还恰好沾着一块甩不掉的肥肉。这种人你指望他在感情上从一而终，那比铁树开花还难。所以各位看鼻子这一招，关键就在这鼻尖的一块肉上。学会了这一眼，你就能看穿他心里到底是装着事业还是装着外头的野花。看完了眼睛和鼻子，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这最重要的配菜，也就是我们眼睛上面的那道大门。眉毛，相学里讲究相不独论，你不能光凭一根眉毛就定人家的死罪，那叫草菅人命。看眉毛通常必须要结合刚才我们讲的眼相来综合论断。眼睛是屋子里的主人，眉毛就是这间屋子的大门和篱笆。如果主人心术不正，篱笆又破破烂烂的，那这外头的野狗狐狸能不钻进来吗？那肯定是乌烟瘴气啊。在中医学和相学里，眉毛叫保寿官，也管着我们人的肝胆气血。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主情志。一个人脾气好不好，感情专不专一，肝气稳不稳，全看这头上的两道眉毛。第一点，专出难玩咖的八字眉与黄脖眉。我们先说说男人，你们在街坊邻居里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下，有两类眉毛的男人，那是出了名的容易到处留情。第一种叫八字眉，这八字眉很好理解吧，就是两条眉毛的尾巴不是往上扬，也不是平的，而是耷拉下来的，像个八字一样。很多大姐一看这种男人，心里往往会起同情心。哎呦，你看这小伙子或者这老陈，长得一副委屈巴巴、憨厚古意、老实的样子，脾气肯定很好，肯定是个听老婆话的好男人。大错特错，你们就是被这种面相给骗了。我见过太多这种八字眉的男人了。大概5、6年前，我医馆来过一个叫阿辉的男人，就是标准的八字眉，眉尾掉的都快挨着眼角了。他老婆带他来找我，说他总是生病，
想调理调理。我一看他的面相，再把把脉，我就让他老婆先出去买瓶水。老婆一走，我直接拍桌子问他：阿辉，你在外头惹了几个女人？老实交代，不然这药我不开，吃了也没效。阿辉吓得扑通一下眼泪就下来了，跟我哭诉：倪医师，我也不想啊，可是我这人就是心软，不懂得拒绝。外面那个女的哭着说没我不行，我就去帮她修水管送宵夜，帮着帮着就我也对不起我老婆啊。你们听听，这就是八字眉男人的通病。眉尾下垂代表他这个人的性格底线极其模糊，缺乏男子汉那种当断则断的魄力和决断力，肝气不舒，胆气不壮。这种人最喜欢装好人，对谁都好，这就是所谓的中央空调。别的女人一冲他撒娇，一掉眼泪，他那泛滥的同情心就收不住了，根本不懂得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最后半推半就就滚到一张床上去了。你说他坏吗？他平时看着不坏，但他这种不懂拒绝的懦弱，对家庭的杀伤力比那种明目张胆的坏男人还要大。第二种叫黄薄眉。什么叫黄薄眉？就是这人的眉毛又短又稀疏，颜色还不是那种健康的乌黑，而是发黄发棕，就像秋天枯黄的杂草一样。老祖宗说得好，眉毛薄，情也薄。眉毛是气血的余晖，眉毛长得这么稀稀拉拉，枯黄干瘦，说明这个人的肝肾气血先天就不足。这种男人往往骨子里自私自利，薄情寡义。如果他再配上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水汪汪的迷离眼，老天爷啊，那就是个标准的薄情采花贼。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甜言蜜语说尽，一旦他得手了，或者遇到了更年轻漂亮的，他翻脸比翻书还快。你指望他念旧情？不可能的。他连自己父母的情分都不一定念，还能念你的？如果你们遇到这种眉毛黄薄短的男人，还要跟你借钱做生意，或者跑来追你们家女儿，我送你3个字，赶紧跑。第二点，别被骗了。看看那杂乱的眉头，除了看眉毛的整体形状，我们还要拿个放大镜仔细看看他的眉头，也就是靠近两眼中间那个地方的眉毛。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下垂的极度稀疏的眉毛已经很成问题了，这时候你再定睛一看，哎呦，他的眉头长得像一团乱麻，杂乱无章，甚至眉头那个地方有断裂的纹路，或者有小时候磕碰留下来的疮疤。这代表什么？眉头是感情的起始点，眉头杂乱，说明这个人脑子里的感情观念就是一团乱麻，乱七八糟的欲望沉淀在脑子里打架。如果有疤痕或者横纹截断的眉头，那更是说明他不仅好色，而且经常会为男女关系惹出大祸端，甚至招来官司和打斗。这种人脑子里没有那根名为道德的弦。第三点，女人要防的春心眉。刚才说了男人，我们也不能漏了女人。各位大哥们，你们帮儿子挑媳妇可得睁大眼睛了。女性面相里有一种眉毛在看好色多情这方面的应验度是最高的，叫什么？叫春心眉。这名字听着就有点那个意思了吧？春心荡漾啊，很多人搞不清楚，总是把春心眉和我们传统审美里最推崇的柳叶眉搞混。今天倪医师教你们怎么区分。柳叶眉那是好眉毛，像柳树叶子一样弯弯的，有一点点粗度，线条非常流畅柔和，不仅看着端庄大方，而且代表这个女人性格温和，极其旺夫，能招来贵人。但是春心眉就不一样了，春心眉明显更加细长瘦窄，就像是用一根极细的毛笔画出来的一条细线，而且眉毛常常不自觉地往上挑或者往下弯，给人一种眉目传情，非常勾人的感觉。现在的年轻小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网红审美带偏了，好好的福气眉毛非要刮掉，天天对着镜子画那种细细长长的眉毛。我告诉你们，相由心生，相也会反过来影响心。长着春心眉的女人往往心思极为敏感，观念非常开放，可以说是过于开放了，感情十分多情。大家现在赶紧拿镜子照照自己，或者看看身边的另一半，有中招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区打个有给我看看。我给你们讲个真事，以前我们街坊里有个叫秀玉的女人，长得那叫一个水当当，尤其那2道眉毛细细长长的，天天画得像2把小弯刀，直往太阳穴里飞，这就是典型的春心眉。她老公是个跑船的，一年到头在外面风吹日晒赚钱养家。这秀玉呢，耐不住寂寞啊，
中医讲肝主情志，这春心没的人，肝气经常是不稳的，容易心浮气躁，总需要外界的刺激来安抚自己。她老公一走，她就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去打麻将。那细长的眉毛只要对着牌桌上的男人微微一挑，那眼神就像带着钩子一样。没出半年，这秀玉就跟街口开五金行的张老板好上了，闹得街坊邻居无人不知。最后跑船的老公回来，家里闹得鸡飞狗跳，好好的一头家就这么散了。你们说这面相上的预警能不信吗？他们往往耐不住寂寞，需要不断的从男人那里获取关注和新鲜感。你要是娶了这种没毛的女人，而你又是个老实赚钱的木头人，那我劝你最好天天盯着她，因为她那颗春心随时都在准备出墙。最后我不得不提一个最容易被大家忽略但却极其致命的部位，田宅宫。各位，你们摸摸自己眉毛和眼睛中间的那块肉，对，就是上眼皮这一带，面相学上这个地方叫田宅宫。顾名思义，它一般是看你这辈子有没有房产，有没有主业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如果一个人的田宅宫长得浮肿肥厚，就像是泡在水里发胀了一样，肉嘟嘟的压在眼睛上，这不是那种年纪大了自然的皮肤松弛，而是一种看起来很油腻的肥厚感。在中医和玄学里，肉代表着土，代表着肉体和物质的欲望。这个地方如果肥厚浮肿，说明这个人的肉体感官欲望极其强烈，满脑子都是那点享乐的事。这时候最可怕的连环计就来了。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长着一副水汪汪的迷离眼，最后他的田宅宫还浮肿肥厚，再搭配上我们前面讲的下垂的八字眉或者杂乱的黄柏眉，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这几样只要凑齐了，这根本是写在他脸上嘛。这个人绝对是个在两性关系里欲壑难填、花心滥情、私生活极其混乱的主儿，这根本不需要用罗盘去算。这种人，男的是西门庆转世，女的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谁沾上谁倒霉。看看我说的准不准。这脸上的器官，眼睛看了，鼻子看了，眉毛也看了，最后还剩下一道把门的关卡，往往也是最容易惹祸的部位，嘴巴。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嘴巴长得不对，欲望也是守不住的。我们看看什么样的嘴巴管不住自己。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嘴巴不仅管着我们吃喝拉撒、说话办事，在我们相学和中医里，它更是我们内心情欲的一道大闸门。中医里有一句话叫皮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人的脾气虚实，你的意志力强弱，全写在你这两片嘴唇上。今天我就教你们看看，这大闸门要是关不紧，外头的狂风浪蝶是怎么跑进来的。嘴大唇厚吃四方，是福是祸看关门。大家都听过一句老话吧，男人嘴大吃四方。其实啊，不止男人，这年头女人嘴大嘴唇厚实，那也是非常有福气的。一般来说，只要你这个嘴巴大，上下嘴唇厚实饱满，颜色红润，这在相学里绝对是个好相。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气量大，性格热情开朗，为人处事那叫一个吃得开。你要是做生意交到这种朋友，或者招到这种员工，那绝对是得力干将。他们重情义，包容心强，在社会上往往能呼风唤雨，出了很多能人、强人、大老板。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老天爷给你开了这扇宽敞的大门，你得会上锁啊。很多人就是败在这个锁上。你们仔细去观察身边的人，有些老板或者街坊邻居也是嘴巴大嘴唇厚，但他有一个极其致命的习惯，他的嘴巴日常总是微微张开着，好像永远都合不拢似的。你看着他坐在藤椅上看电视，或者在那发呆，甚至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那上下嘴唇就是闭不上，松松垮垮的张着，甚至还隐隐约约能看到里面的牙齿。这种面相在我们玄学里，老子宗给他定了个姓，叫神气外泄，门户大开。这就好比你家修了个大金库，门造得挺大挺气派，可是你连个锁都不挂，大门天天敞开着，那这外头的强盗小偷能不溜进去吗？你这金库里的金银财宝能不漏光吗？为什么嘴巴合不拢就容易犯桃花？很多大姐可能会问，尼斯啊，不就是嘴巴没闭紧吗？可能是人家鼻子不通气，用嘴呼吸呢，怎么就跟花心好色扯上关系了？哎，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今天从中医的角度给你们把这个道理讲透。刚才说了，脾开窍于口，脾除了管消化，在中医神字里它还主一个字意，这个意就是你的意志力，你的意念。如果一个人脾气健旺，他的嘴巴自然是紧闭的，这种人意志力坚定，说一不二，外头的诱惑休想动摇他。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总是嘴巴违章，松松垮垮，这就说明他的脾气虚弱，导致他的意散了。这种人在性格上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自控力极差。你们要知道，脾在我们身体里就像是盖房子打了地基，脾气壮实，你这栋房子就稳当。外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你坐在屋里纹丝不动。但如果脾虚了，嘴巴天天合不拢，就像这房子的地基变成了烂泥巴，门轴也生了锈断了线，稍微一阵穿堂风吹过来，这门就哐当一声开了。这种人在生活里不仅容易被美色诱惑，他还特别容易被人骗钱，被人家唬弄。别人说买什么股票赚钱，他脑子一热就跟着买。别人拉他去赌博，他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手。在男女关系上更是如此，他们往往没有一个坚定的道德底线来支撑自己的行为。很多时候他们出轨了，犯错了，甚至自己心里都觉得委屈，觉得自己是被逼的，是不小心的。其实根本不是不小心，而是他的那扇门从来就没有真正关上过。这种人天生就极度热爱，并且极其容易沉浸在各种感官的欲望和享乐之中。吃喝玩乐，只要是能让他身体舒服、心里痛快的事，他都想沾染。这种人的花心往往跟前面那种长着春心眉或者眼头长痣的人不一样，那些人是骨子里主动去寻花问柳，而这种嘴巴合不拢的人，他的花心常常是因为他底线极其模糊，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自我约束。我给你们举个我身边的真事。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个邻居叫阿土伯，阿土伯的儿子叫阿强，长得虎头虎脑，嘴大唇厚，但就是嘴巴老张着，像个傻大个。阿土伯来找我诉苦，说阿强在外面欠了一屁股风流债，人家女方的老公都拿着刀找上门了。阿强被拉到我面前，哭丧着脸说：尼斯啊，我真不是故意的。那天去茶室喝茶，朋友非要叫几个女的来坐台，我本来不想理的，可是那个女的一直往我身上靠，给我倒酒，还摸我的手，我这人又不好意思当面翻脸推辞，喝着喝着脑子一晕就把持不住了。你们听听，这就是典型的嘴巴合不拢。他不是主动去招惹是非，但他是典型的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别人稍微一勾搭，他心里的那道防线瞬间就土崩瓦解了。环境就是他的催命符。所以对于这种底线模糊、把持不住自己的人来说，环境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就像是一块海绵，你把它放在清水里，它就是干净的，你只要把它掉进墨水缸里，它瞬间就黑透了。如果你家老头子或者你们的女婿是这种长相，如果他天天只是在家里看报纸，去公园下象棋，那他可能也就是好吃懒做一点。但他要是去做生意的，去了那种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场合，外头的诱惑一多，狐朋狗友一怂恿，女人的香水味一飘过来，我敢在这里保证，诱惑越多，他行为出格，犯下大错的几率就越大。他绝对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对付这种人怎么办？你得像个牧羊犬一样，天天在后头盯着他，帮他把门关死，因为他自己是个没有闸门的漏斗。这种人你们要是碰见了，连招呼都别打，赶紧绕道走，沾上就是一身的烂桃花和麻烦事。今天讲了这么多可怕的面相，我知道很多人听完心里可能有点发毛，说尼斯啊，那要是我身边真有这样的人，或者我自己年轻时候也不懂事，脸上长了这些纹路，那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完蛋了，没救了？别急，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学问从来不是为了判人死刑的，而是为了教人趋吉避凶、改过自新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最核心、最基德的一环。接下来就是我给大家手把手的总结，还有教大家怎么用我们的凡人心去破这个桃花相的终极救命大招。防渣男渣女，防烂桃花，就抓这4个重点。第一，抓眼睛，千万别觉得水汪汪的眼睛就是深情，眼泛水光，眼神迷离，那是情欲泛滥。眼头、眼白要是长了黑痣、褐斑，那是招惹情色纠葛的桃花痣。如果眼尾夫妻宫乱纹分叉，再加上那眼下卧蚕大，颜色像煤渣一样枯黑的，绝对是纵欲过度的玩咖。第二，抓鼻子，今天彻底辟谣，大鼻子不等于好色，
大鼻子是精力旺，真正要命的是垂肉鼻，只要鼻头那一团肉往下耷拉着，甚至压到了人中，这叫贪淫不足，贪财又贪色，自控力极差。如果是那种肉垂下来还有点尖的犹太鼻，那是人家会算计赚钱，别搞混了。第三，抓眉毛，男人最怕八字眉和黄渤眉，眉尾耷拉下来像个八字，这是不懂拒绝，到处留情的中央空调。眉毛黄稀短，那是薄情寡义。女人呢，最防那又细又长，眉目传情的春心眉，心思全在招惹男人上。要是眉眼中间的田宅宫还浮肿肥厚，那就是肉体欲望深重，贪图享乐。第四，抓嘴巴，嘴大吃四方是好事，大前提是得观颜识。如果一个人嘴大醇厚，但平时发呆看电视的时候嘴巴总是合不拢，微张着，这叫门户大开。这种人脾气虚，意志力极其薄弱，别人随便一勾引，他防线全线崩溃，掉进染缸就黑透了。这就是四大救命招。你们记住一句口诀：相不独论。这些特征中的越多，越要提高警惕，拉开距离。最后我要告诉大家，老天爷如果给了你一副容易犯桃花的皮囊，这是你先天的功课，但是只要你后天守住了一颗善良、克制、正气凛然的心，你这面相是会变的。你天天修善心，说善言，行善事，懂得约束自己的欲望，对家庭负责，不出3年，你那浑浊的眼神会变得清澈明亮，你那杂乱的眉毛会变得顺滑，你那合不拢的嘴巴也会因为意志力的增强而变得紧闭坚毅。这就叫好面可以养，好相亦可修。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这也是我医馆里的熟客。当年有个满脸戾气、眼角乱纹多得像蜘蛛网一样的男人，因为生意失败，老婆跑了，整天怨天尤人，面相凶恶得很，典型的破败桃花相。后来他在庙里遇到一位老师傅点化，开始做义工，天天去育幼院帮忙，去街头给流浪汉发便当。头1年他的面相还是很吓人，到了第2年，他眼角的那些乱纹竟然奇迹般的舒展开了，原本浑浊发暗的眼白变得像婴儿一样黑白分明，连那原本微微下垂的嘴角都上扬出了慈祥的弧度。后来他又遇到了一个真正懂他爱他的好女人，重组了家庭，生意也慢慢有了起色。你们看，这就是相随心转的威力。老天爷是公平的，他给你一张脸，但真正拿着刻刀雕刻这张脸的是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你每一次克制住内心的邪念，每一次拒绝外面的诱惑，每一次对家里那个陪你吃苦的老伴露出真心的微笑，都是在为你自己的面相添砖加瓦，都是在为你家里的风水种下福田。各位，你们知道什么叫能够有意识的自我提醒与约束吗？我经常跟来找我看病看相的人说，人的念头就像是野马，遇到外面的花花世界，这野马就想往外跑。这个时候你脑子里必须得有一根缰绳。比方说今天老陈去外面谈生意，酒桌上几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端着酒杯靠过来，香水味直往鼻子里钻。老陈这时候心里能没有一点波澜吗？肯定有，那是人性的弱点。但是如果老陈这个时候能猛地醒悟过来，在心里大喊一声停，他马上想到家里给自己熬汤的老婆，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打拼下来的基业，想到如果行差踏错会毁了全家，他深深地吸一口气，把那股子邪火硬生生地给压下去，端起茶杯以茶代酒，客客气气地保持距离。你们知道这一憋一压一退在我们中医和面相上意味着什么吗？这叫守住元气，降服心魔。当你强行拉住这匹野马的时候，你身体里的气血就会瞬间归位，原本要往眼睛里冲，变成那种迷离桃花水的邪火，就被你的正气给打散了。你的眼神会瞬间变得清明坚定，像刀子一样有神。原本你那松松垮垮合不拢的嘴巴，也会因为你咬紧牙关抵抗诱惑的这个动作变得紧闭严实。这就是在练你的脾气，练你的意志力。1次2次3年5年，你只要能够有意识的去自我约束，遇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桃花诱惑，你都能在心里敲个警钟，赶紧避开。那么这些你流过的汗，咬过的牙，最后全都会化作福报，清清楚楚的反馈在你的面相上。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好面可以养，好相亦可修。相貌不是生下来就定死在石头上的，它是一块田，你天天往里面种毒草，它就长出一副破败相。你天天在心里除草，
种上忠诚、责任、善良的种子，它就能长出一副富贵长寿的好面相。只要你愿意去管住自己，哪怕你现在脸上已经有了苗头，只要你赶紧刹车，把心收回来，那些横纹、黑气也会慢慢淡化，甚至消失不见。这就是老天爷给我们每个人的改过自新的机会啊。相反，就算一个人天生长得像个活菩萨，但他天天在背地里算计别人，天天动那些淫邪的歪脑筋，他的面相很快就会变得尖酸刻薄、乌烟瘴气。这就是把好牌打得稀烂。我们心系苍生，学面相是为了懂得保护自己，也是为了懂得包容。你看出别人有弱点，不去嘲笑，而是存着慈悲心。如果他是家人，你多规劝提醒；如果他是外人，你心中有数，敬而远之即可。千万别拿着相学的刀去割伤别人的脸，要把这把刀拿来雕刻自己的心。各位，最后我邀请大家一起在底下的留言区里留下你们的善言或者祈福。大家可以写下一句存善心，说善言，行善事，或者写上一句愿天下家庭和睦，无烂桃花侵扰，平安喜乐。你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哦，我们几千年的玄学讲究一个念力，你发出的每一个善念，写下的每一句祝福，都会在虚空中形成一股极其强烈的正向磁场。我们这里这么多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这就是最强大、最干净的好磁场。这股好磁场不更会像回旋镖一样，把福气、财气和和睦的气场反弹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相由心生，福由己造。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我们下次再聊。